各位同學，上一章我哋講到蒙古人用強大嘅武力征服中原，建立咗元朝。但係因為佢哋唔擅長處理民族嘅矛盾，強行劃分民族等級，以高壓嘅政策統治，激起咗漢人嘅不滿。最終漢人就起嚟推翻元朝。朱元璋佢喺元末嘅群雄當中脫穎而出，建立咗明朝，重建翻漢族人嘅天下。不過呢個朝代究竟有冇為中國帶嚟一番新嘅氣象呢？請同學打開教科書嘅172至173頁，我哋先簡單介紹朱元璋建國嘅經過，然後再睇睇朱元璋係用咩手段去統治國家啦。朱元璋出身於一個貧農家庭，喺佢17歲嗰陣時，即係大約一個中五學生嘅年紀，佢嘅鄉下就爆發咗新型冠狀病毒，父母兄弟全部都確診患上肺炎。但係因為佢哋冇錢醫病，全家都死晒，就偏偏朱元璋佢骨骼精奇，抵抗力就比較勁，所以病毒檢測結果係呈陰性，冇染到病，大難不死。但係因為屋企人全部都死晒，屋企又窮，阿爸阿媽又冇留低大筆遺產，心諗喺鄉下冇啖好食，就唯有出嚟揾食啦。咁但係佢身無一技之長，又冇老闆肯去請佢，弊家伙啦，唔通要餓死街頭？好彩元朝嗰陣時有高度嘅宗教自由，雖然元朝末年遍地鬧饑荒，但係佛教嘅寺廟受惠於政府嘅優待，政府周不時都會出錢出糧去資助呢間寺廟，所以基本上呢，寺廟係唔憂柴又唔憂米嘅。當時朱元璋就見到有寺廟喺報紙上面登招聘廣告，心諗真係天無絕人之路，好在阿媽平日喺屋企燒香拜佛，今次真係與佛有緣啦。阿彌陀佛，一字記之若緣，佢與佛有緣，我立本住慈悲為懷嘅心收留咗佢。於是乎，朱元璋就俾黃國子請咗返去做和尚啦。當然啦，啱啱出家嘅出家人冇可能即刻就做到方丈咁嘅級數。朱元璋係一個低級和尚，平日就要負責灑掃，幫啲師兄師姐師傅斟下茶遞下水咁樣樣。啊，唔好意思，和尚寺唔係峨眉派，係冇師姐呢回事嘅。不過朱元璋人窮志不窮，佢一有時間就成日去黃國子嘅圖書館嗰度去借書睇。呢間黃國子可能平日受得政府太多嘅資助，淨係買經書啊都使唔晒啲經費，所以入邊除咗佛經之外，居然仲有聖經、可蘭經、馬經、湊仔經，同埋仲有幾本古惑仔、龍虎門、精武門啊，真係一應俱全，應有盡有。當中朱元璋最中意嘅就係呢本《孫子兵法》啦。朱元璋喺黃國子嗰度踎咗幾年之後，後嚟劉福通、韓山童起事，天下群雄並起。話說朱元璋自細就有個死黨，佢個名就叫做湯和。湯和細細個嗰陣時就好中意同朱元璋玩兵捉賊遊戲，所以當群雄並起嗰陣時，佢就諗都唔諗，毅然從軍，加入咗郭子興嘅軍隊。咁因為起義軍嘅待遇相當之好，於是湯和就將呢份筍工介紹翻俾朱元璋啦。當時天下大亂，寺廟斷水斷糧，朱元璋覺得做和尚冇前途，倒不如就加入軍隊啦。咁朱元璋投靠咗郭子興之後，就憑住佢喺黃國子多年以嚟讀《孫子兵法》嘅功力，喺戰場上面表現出色，就憑住軍功不斷咁樣去升職。咁郭子興見呢位年青人表現出眾，加上個樣黑黑實實、魁梧英武，成個胡軍咁嘅樣。於是就決定將佢嘅契女馬氏嫁咗俾佢啦。不過後世對朱元璋嘅描繪係一個面型成嚿茄子、塊面生滿晒痘痘嘅超級無敵大醜男。咁唔知道大家相信胡軍嘅版本好啲啊，定係茄子呢個版本好啲啦？咁為免我哋嚇親人，同埋為咗我哋嘅形象着想，我哋都係用翻胡軍呢個版本啦。咁後嚟郭子興病死，朱元璋就統領咗佢嘅部眾喺江南嗰度壯大力量，坐山觀虎鬥，睇住劉福通嘅紅巾軍同元朝嘅軍隊互咬，並且佢就以應天府，即係今日嘅南京作為根據地，並且招攬人才，以高築牆、廣積糧、緩稱王嘅策略，整頓軍隊，發展經濟，同時又掃平陳友諒、張士誠、方國珍等等嘅勢力。然後就喺公元1368年喺應天府度稱帝，建國號明，是為明太祖。佢將年號改為洪武。佢稱帝之後，就以驅逐胡虜、恢復中華為號召，派徐達同埋常遇春北伐，攻佔元朝嘅大都。
元順帝逃跑翻返去漠北，結束咗佢喺中國嘅統治。其後朱元璋陸續掃平各地嘅割據勢力，統一咗全中國。咁明太祖朱元璋喺統一咗中國之後，佢點樣去統治呢？請各位同學翻開課本嘅174頁同埋175頁，我哋將明代嘅君主集權政策拆分做制度同埋用人兩個部分去講。今回我哋就探討制度上面嘅君主集權，至於用人方面就留待下一回分解。喺之前嘅影片當中，我有提及過中國士人同埋皇權之間嘅關係。喺唐朝滅亡之後，士族門閥已經沒落，取而代之嘅係皇帝藉着科舉制度一手提拔嘅官員，官員直接向皇帝負責，再加上冇咗世家大族制衡皇權，皇權逐漸膨脹起上嚟。只係宋代對讀書人非常之禮遇，皇帝對士大夫仍然係客客氣氣，上下嘅關係未去到咁明顯。但係到咗明朝就真係去咗另一個世界啦，文官士人嘅風骨再次受到強烈嘅打壓。除咗係因為自從門閥士族沒落咗之後，皇權就缺乏強而有力嘅制衡，因而出現膨脹嘅趨勢，亦都同開國君王朱元璋嘅身世同埋性格有住密切嘅關係。朱元璋嘅性格，我哋可以形容佢係一個極度自卑、自私自利、刻薄寡恩，而且帶有強迫症，極度缺乏安全感，以及係一個控制狂嚟嘅。咁呢種性格固然就唔受人歡迎啦。咁但係我哋亦都不妨換個角度，試下對朱元璋抱有同情嘅了解。佢性格嘅缺陷其實都有佢嘅苦衷，因為佢出身貧寒，17歲嗰陣時，父母兄弟全部都死晒。佢嘅內心承受咗非常之沉重嘅悲傷同埋打擊，屬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。再加上佢離鄉別井之後，佢淪落到要喺街邊嗰度乞飯食，受盡途人嘅冷眼與嘲笑。入咗王國寺之後，啲師父師兄又唔好好去關照佢，佢就做咗邊緣人，只能夠接喺藏經閣嗰度晚晚煲書。就係咁樣，已經足以令到佢嘅心智嚴重扭曲，喺精神病學上面叫做人格發展障礙。所以朱元璋雖然贏得天下，但係其實佢嘅心好孤單、好寂寞、好凍，甚至佢嘅原配夫人馬氏都唔能夠幫到佢。最是無情帝王家呢句說話就係咁樣嚟噶啦。再加上佢學歷低，讀書又冇啲士大夫咁多，佢嘅自卑情意結作祟，就成日認住啲文官睇佢唔起，於是佢就用異常殘酷嘅方式去處理君臣關係。而朱元璋處理嘅方式不外乎就係操控再操控，用呢個詞語去總括佢嘅君主集權政策就最適合不過啦。接下來我哋就逐一講解佢嘅君主集權政策。極權操控第一招，行封建，分封諸王。朱元璋佢嚴重缺乏安全感，佢驚自己打返嚟嘅江山有朝一日會俾人搶走。佢做咗皇帝之後，就鑒於元朝皇室因為孤立而亡，於是就恢復返封建制度，將20幾個兒孫分封到全國嘅軍事要地，建立藩國。呢啲藩王擁有地方嘅軍政大權，當中兵力最強盛嘅就係燕王朱棣，喺洪武末年已經坐擁重兵10萬，埋下咗日後內戰嘅隱患。極權操控第二招，廢除宰相。明朝初年承繼元朝中書省嘅制度，宰相對政務有專決嘅大權，但係朱元璋性格多疑，加上自卑嘅性格，佢唔夠膽將權力下放。再加上明朝嘅第一任，亦都係最後一任嘅宰相胡惟庸，因為涉嫌謀反，就俾朱元璋以擅權枉法、圖謀不軌嘅罪名將佢處死。當然，胡惟庸份人同唐玄宗時期嘅李林甫真係有幾分相似，都係啲奸猾陰險、專權獨斷嘅人。再加埋明太祖呢種自私慘刻嘅君王，簡直就係一對人間極品，黐埋一齊肯定冇咩好事發生啦。就係咁樣，就造成咗呢單慘絕人寰嘅滅門慘案。咁明太祖處死咗胡惟庸之後，就下令廢除中書省，從此不設宰相，自己直接統合吏戶禮兵刑宮6部，各部設置尚書1人，直接向皇帝負責。皇帝又係國家元首，同時又係政府嘅首腦，真係辛苦晒。軍政事務無間做，睇你捱到幾耐。
而中國歷史上面空前嘅皇帝專制局面就係咁樣形成咗啦。極權操控第三招，地方設立三司。呢個三司同宋代管財政嘅三司係唔一樣嘅，同學仔唔好撈亂啦。明太祖鑑於元代嘅地方權力過大，就廢除咗元代嘅行省制。不過地方最高級嘅行政單位仍然用省去稱呼，直到今日。只係行政嘅形式喺明代唔再用行省制，而係設立三司，分掌行政、軍政同埋司法權。三司互不統屬，直接由朝廷指揮，同北宋嘅監司官有幾分相似。不過明代自從廢除宰相之後，地方三司都係皇帝一腳踢管晒。朱元璋今次仲唔做死你？嚟到呢度暫時停一停，同學先消化一下。下一回沒有最殘酷，只有更殘酷。我哋會從用人方面探討埋明太祖其他更殘酷嘅君主集權政策，請大家密切留意，唔好錯過啦。同學可以從以下嘅途徑同我聯絡，我哋下一節再見，拜拜。